在台南的将军区有一片罕见的扇形盐田，像是一把展开的纸扇，静静躺在大地上。而在这片盐田深处，藏着一片融合自然与艺术的装置——生命之树。今天我们带你走进一个几乎被时间遗忘的盐田秘境，遇见一棵会说故事的生命之树，还要带你走进清昆山的巷弄之间，品尝庶民小吃。这里可能是你不知道的台南将军秘境，欢迎一起来秘境找路探索吧。来到善盐地景园区，这就是园区的导览地图。大家好，我是吴。今天要来进行台南海边乡间小旅行。首先，我来到这里是将军区的善盐地景园区，这个地方有一些新修建完成的设施哦。原来这里就是以前盐工的宿舍与办公场所，这边都是新整建完成的。现在准备去看这里新的地景艺术，它的名称你们知道叫什么吗？善盐地景园区是它这个地区的名称，但这里的装置艺术很值得来哦。现在我们要到生命之树。这里的地景艺术要走一段约700公尺的盐田道路，有许多海岸渔温常见的设施，蚵棚，一段笔直的道路一直延伸过去。现在前面就是生命之树，越来越近了。当你站上这片放射状的盐田，你会发现它像一面天空的镜子，也像是记忆里未曾走过却熟悉的风景。这里没有拥挤人潮，只有风盐的气味。从善盐地景园区一直走过来，就可以直走到这里。但是它旁边其实有一些岔路，也可以通到这里。喜欢走路的也可以在这边散步运动。善行盐田我3年前也来拍过，那现在再来拍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里新增了一个造景艺术，就是生命之树。阳光照射在盐田上，整片大地仿佛变成一面液态的明镜，美到令人屏息。这不是偶遇，是值得安排的目的地，特色的盐田。
这里高度大概有10公尺，或者超过。哇！走过这片岩之境，我们来到了这次探索的主角——生命之树。这件大型的装置艺术是由艺术家杨世义所创作，用钢铁建构而成，纯白造型融合扇形盐田的纹理，以及台南将军当地的人文背景。中间的海上步道则是采用对环境影响最小的自然材料铺设，在水面倒映下静谧唯美。它象征自然循环、盐田重生，也是一场静谧与光影的对话。它象征生命的力量。我试着透过这棵生命之树的缝隙，看到了另一侧的景象。有什么不同呢？今天人潮很多，因为是假日。天宽地阔，这周遭都是盐田。把风、光、影都收纳在树干里。这不是一棵普通的树，它是盐田的守护者，是盐与光的见证者。比较阳光的正反面，两侧仿佛代表阴阳的感觉。这边生命之树，很美的一个地方。现在穿过生命之树，继续往前走，就是可以一直走到海旁边。我在3年前来这里拍摄的时候，也曾经恰巧拍过这段盐田道路。回头看一下生命之树，这个角度又不一样了。那现在我走的这条路都是整个涵盖在扇形盐田里面。它以前的扇形盐田是在1975年所开始兴建的，到了1977年开始使用。它原本也是要让当地的一些员工可以留下来居住在这里，但是后来这个计划并没有成功，一直到了2002年，扇形盐田它就没有再使用。咦，这里有一条以前的道路，这里有一座桥，但是这座桥已经崩塌了，这里已经明显塌了一个洞。小心地走过这座桥。这是一条旧的水道哦。然后现在水流从这里一个小缺口流进去，这里算是盐场的一部分。这盐田自然生成的泡沫，还有一些褐色藻类。往回走了，从背面正后方再仔细看一眼，生命之树。乾坤山扇形盐田的开阔，打破了传统方格状的盐田构造，以员工宿舍为轴心，向外延伸至大海，以集水沟、排水沟、集乳沟道路为扇谷，在扇谷之间分隔出一块块盐田，收盐的结晶池位置最接近宿舍，便于员工就近作业。从上空俯瞰，可见盐田形成巨大的扇形，如果搭配落日时分的夕阳，实在是台南盐田独具的美景。已经回到停车场，逛完生命之树与圣岩地景园区之后，
我们到下一个景点去。接近中午了，现在来吃午餐了。想不到新建的店面里人潮很多啊！吃完走进青昆山的巷弄，这间鹅爹也要排队啊，生意不错。现在来喝红茶吃冰，从这里走进去，这里穿过旧的菜市场。来喝冰了，好喝。旁边这里的座位区布置也有一些小巧思。现在穿越这边的小巷弄。青昆山的小巷弄，这些巷弄应该只适合走路，骑车还能勉强通过。好几条小巷弄，直走就是鱼市场。穿越小巷弄，好像在探险。现在来到青昆山这鱼市场，看起来人潮还不少。有各式各样的鱼。这边就是白带鱼。大家忙着挑选想要购买的鱼。这里有贩卖各式各样的鱼，还有海产。鱼缸已经逛完了。猫咪，小虎斑猫，喵。逛完马沙沟之后，我们现在要去井仔角。请继续收看下一集。如果你也渴望在平凡生活中找回一点不平凡，那就走一趟将军吧。这里没有太多喧哗，只有盐、光、风，还有一棵在等你靠近的生命之树。